嗨，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的频道。总看我的视频就知道，现在我在这个屋就是地下室，我们家的锅炉房。前一阵儿我们家的这个测水温的探头坏了，就是机器连接水箱的这个探头坏了。然后昨天刚刚到了一个新的，买完了，今天要给这个探头换一下，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家买了过滤器。这过滤器呢是过滤整个供暖系统的，然后我们要给它加入进这个供暖系统里。那第三个事儿呢，就是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是可以用电脑或手机来控制整个我们家供暖系统的，就是你可以调多少度啊，你或者监测呀都可以。这个呢是我们家安锅炉时候就已经来的，应该安锅炉的那个师傅给我们安到这个锅炉里的。但是前一阵多爸在地下室这个屋时候找东西，发现了这个盒，发现还没打开呢啊。于是呢他打开看，就是这个 WiFi。他前几天尝试把这个 WiFi 连到机器上，哎，好使了。至于怎么连的方法还有模块等这些呢，一会儿朵爸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换这个探头之前看一下这块，我这机器现在已经把锅炉停了，回到最开始的位置，先找里边的信息，看我现在这个水箱的温度 20.1， 我已经把它放到最热的那个位置，它还是 20.1。我现在就把这个探头换了，看看这个数会不会涨上去，那就表明新的可能就好使了。那么在换的时候，先把整个的机器电源全切断，就连这个休息状停机状态都不留。这个温暖探头分成很多种类型，如果你买的是欧洲这边的锅炉，他们很多都用的是波兰那边的一个电路板的厂商来做这个数控部分。即使你用不同的品牌，它用的这个数控部分也是一样，叫 Netcom，Connect。然后这个厂家他用的这个探头也是波兰产的一种探头，你不能用平时的那种 P100、P1000 的来代替。你只要是这个品牌的，就是欧洲这边买的，基本都是用的这个探头型号。然后叫 CT4， 我这是在波兰的一个技术手册上发现的。这个就是我怀疑坏的那根线，因为之前几次发现它探测出来的温度都不对。我先把它换成新的试一下。这温感探头是可以这么直接连线的。这个是我新买来的，就把它们一对连上就行了。这就是接电线用的那种小卡扣，第一根放进去，第二根放进去。好了。这就接完了，把这个压下去接上。现在这个线就连完了，我把它放到上面最热的位置，我看看它这个温度会不会有变化。现在给机器上电。一会儿看看这个位置，这个数会不会往上变？如果这数上去了，表明这个新的探头就是好使的。这个数是刚才我看错位置了，这个数是，它现在已经达到29了。再看看还能不能往上升吧。对，这东西要能达到个40-50，表示这个数还行。这个过滤一般来说，你要把它安在泵的前边，就是它的后边是你要保护的东西。因为我这个位置都非常紧凑，其实我是想保护下边的锅炉，但是位置太低了，我就用它来保护上边的这个上水这个泵，就防止暖气那部分，我用来保护它。这东西是可以这样竖着安，也可以这样横着安的管道上。这里边其实就是铜的，什么都没有。这东西是磁铁，把它放上去之后，它就有磁力了，把所有的脏东西就留在这儿了。等你要想要排水排污的时候，就把它这个磁铁去掉。然后把下边这口下边有个口打开，这个污水就出来了。出清水之后，把这个下边口封上，把它套过去。一般来说，新锅炉你头一周你就要把它
这样放水一次，以后是1个月，然后几个月，到以后是半年一次、1年一次就行了，慢慢把你的系统这个弄干净。你这个房间里的供暖系统里边，水泵是最容易坏的。水泵坏的主要一个原因就是里边水太脏了。网上这东西价格什么都有，100欧左右。我这个买的是贵一点的，大概是150多欧。在整之前，先把电断掉，还是把这个相应的水阀都给它关掉，这样就保证这里边没有多少水了。这就是之前说的那个排水口。胶磁带之后把它拧进去。大概就这样。现在我就要切这水管了，事先准备个小点东西用来接的水。太长水了。灌错阀了。这些先倒第一盆。这一个切断了。这东西就是免焊的，也不用掐的，用手自己就能把这个管子连接上的，用扳子就行，用这手。先套这个，再套这个，这边也是，这边也是。套完之后把这个接上，有水流方向，所以我要把它调成这样，哎。对，应该这么放，所以应该是这样。现在方向没问题，就把它连上。现在按完了，给上水看看漏不漏。等你需要放水的时候，运行一段时间，就把这个打开。然后用这个帽的背面，这就是一个小扳手，拧它侧面，这个东西就是开关。看了吗？现在介绍一下这个东西的智能控制系统。所有的电路板基本在欧洲都是用的这一家厂家，就是你买不同品牌的锅炉，也用的这个东西。这就是它型号。然后它两旁边有这个接线板。在它主控这主那是背，在主控这边有一个 G1 口、G2 口。G1 口就是用来连接那个显示屏控制器那块，这个东西也是这个设备的控制口。那这个东西它连出来的就是一个是数控屏，还可以连接网络那个连接那个，你就从网上就能看这个机的数据。他们都是用的这一个口，其实他们就是属于并联，所以说只要把它们一一对应。同样用同样的线，你既连网络那个盒，又连数控屏就可以。我就是用这个线进行了短接一下，就同样线相连就可以了。网上出那个电路图讲特别复杂，其实一看就是短接。来看一下这儿，那我这根一根线出来之后，一个分屏的控制器这儿，然后另一根线分屏到后边，连接到那个控制盒上。对，就墙上那小白盒，它能连到家里边的 WiFi。然后就可以连到互联网服务器那边，你只要上登录服务器，建立自己账号，把这个设备名输入进去，你就可以从网上看那个数据了。之前用这东西连接的面好使，是不是我用把错了？我都不知道，莫名其妙，这东西不好使。但是用最原始的这种一连上，马上就有数了。看现在，一个温tempproof，看现在24吧，我手握住应该能温度升高。24.3、24.7。很快，25点多，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现在我这个探头好使了，我暂时安这个过滤，目前看还没有漏水，等加热之后会达到2帕多，那时候再看漏不漏水，如果再不漏水就一切 OK 了。现在我就要点这锅炉了，看一下。我现在不担心探头，我现在最担心我拧那东西会不会漏水，因为我要是用自己手动拧接的嘛，不是像人用设备。这刚才切了那段那个铜管，看一下里边，这就是常年的这种暖气没有清理。现在锅炉大概运行了半个小时左右啊，温度有所上升，然后新连的那个过滤没有出现漏水，我们继续观察吧。那咱下期再见了，拜拜。